他能把黄金分割线画得精准无比，把斐波那契数列倒背如流，甚至通过成交量变化。可诡异的是，他的账户资金却像坐过山车，赚得快，亏得更快。更奇怪的是，那些连 MACD 和 KDJ 都分不清的新手小白，有时反而能在市场里赚到钱。那是交易世界里最残酷的真相。技术分析就像一盏手电筒，它能照亮你眼前的路，却拦不住你掉进自己挖的坑里。交易心理分析的作者马克·道格拉斯就像一个金融外科医生，他举着手术刀解剖着交易心理。30年间，他训练过数千名交易员，见证了太多技术精湛，却输了揭示的核心观点。直到今天，依然在全球交易圈引发着震动。他说，持续盈利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能与市场波动同频共振的心理结构，而不是掌握再多的技术指标。这本书长期霸占亚马逊投资心理类的榜首，被桥水基金、高盛这些顶级机构列为交易员的必读书目，更是被无数普通交易者奉为打破亏损循环的通关秘籍。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，你盯着 K 线图，发现某只股票出现了早晨之星形态，成交量已放大了，这简直完美符合教科书上的买入信号。你兴奋地立马下单，结果呢，股价当天冲高回落，第二天直接低开，跌破了你的止损位。明明技术信号都对，怎么还是亏钱了？马克·道格拉斯在书里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就是用历史数据来预测未来，但市场是由千千万万个交易者的情绪和行为构成的动态系统。这就好比你知道某条路上 80% 的司机都会在红灯前刹车，会不会有个酒驾的司机突然闯了红灯？技术指标能帮你发现那些重复的行为模式，却无法告诉你这次模式生效的概率有多大，更无法控制你在看到亏损时的恐惧。道格拉斯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，交易者的心理状态决定了他能否把技术信号真正转化为有效的行动。他在芝加哥的交易员培训中心发现，那些持续盈利的交易员有3个共同点。第一，他们对亏损几乎无感，他们把止损看作是交易的入场费，就像去赌场支付水电费一样自然。第二，他们拥有概率思维，他们明白单笔交易的输赢是随机的，但只要长期坚持高概率策略，就必然会赢。第三，他们能做到情绪隔离，他们不会因为上一笔交易的盈亏，就像职业扑克手，不会因为上一局输了钱就情绪化的加注。反观我们普通交易者呢，往往会陷入2大心理陷阱，一个是控制幻觉，我们总以为自己能预测市场，把技术分析当成是必胜的法宝；另一个是损失厌恶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的研究得出结论，我们对亏损的痛苦感，这就导致了我们该止损的时候犹豫不决，该持有的时候却又恐慌不安。这本书对普通人最大的价值，就是打破了我们对技术分析的迷思。它告诉我们，交易不是数学考试，答对题目不等于就能拿高分。就像开车，你需要知道刹车和油门的位置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书里提供的信念重塑训练，能帮你从一个预测者转变为一个概率玩家，让你接受每笔交易的不确定性，专注于执行自己的优势策略。当你开始意识到心理因素的重要性，就会自然而然地追问，交易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技术分析无法保证成功？就像道格拉斯在书里说的，市场是一面镜子，它照出的不是 K 线图。只有当你学会与自己和解，才能在这个反人性的游戏中笑到最后。我们总是以为交易赚钱的关键是看透市场，要么算出基本面的崩失平衡点，要么找到技术图表里的必胜模式。但马克·道格拉斯在交易心理分析中，
无论是基本面分析还是技术分析，它们都只是工具，真正决定输赢的是你如何运用这些工具，而这取决于你的思想模式。第一，基本面分析看似科学，实则忽略了人的因素。很多新手刚入市时，会一头扎进基本面分析的海洋，研究公司财报、宏观经济数据、供需关系模型，以为算出价格应该在哪里就能稳赚不赔。但道格拉斯告诉我们，基本面分析的核心逻辑是用数学模型整合利率、资产负债表、天气等各种变量，预测价格应该到什么位置。听起来很科学，对吧？但它有一个致命的漏洞，从不把其他交易者当成变量。价格不是由魔术交易者的买卖行为推起来的。如果大部分交易者不知道你的模型，或者根本不相信它，那模型再完美也没用。更关键的是，情绪这东西基本面模型算不出来。道格拉斯见过太多案例，明明基本面分析显示某种商品应该涨，但市场突然因为恐慌情绪而暴跌。坚持模型的交易者，就算你的预测最终是对的，过程中剧烈的价格波动也会让你扛不住。就像你知道远方有宝藏，但路上的狂风暴雨可能先把你掀翻。说白了，基本面分析就像用望远镜看远方的山峰，能告诉你山顶的位置，却想不出路上会遇到多少悬崖和迷雾。第二，技术分析能发现机会，却拦不住你的心理塌方。当发现基本面分析不靠谱后，很多人会转向技术分析，画趋势线，找支撑、阻力，看梅西比金叉死叉。技术分析的逻辑很诱人，市场里的交易者会重复过去的行为，形成可观察的模式，只要抓住这些模式就能赚钱。道格拉斯不否认技术分析的价值，他确实更接地气。他不预测应该怎样，而是看正在怎样，通过历史数据找概率优势。比如你发现股价突破20日均线后，70%的概率会继续涨，这就是一个技术优势。但问题来了，知道模式存在和能利用模式赚钱是两码事。道格拉斯在书中举了一个扎心的例子，很多交易者盯着图表，明明看出市场要涨，却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。事后拍大腿说，我就知道会这样，为什么？恐惧占了上风，怕判断错，怕亏本金，怕这次不一样。技术分析能帮你看见机会，但看不见的心理墙会挡住你的行动。就像你手里有一把好枪，却因为手抖握不住，怎么可能打中靶心？那么，我们为什么必须转向分析自己，是和自己较劲？当基本面和技术分析都无法保证盈利时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，交易的真正对手不是市场，而是自己。道格拉斯用17年的交易教练经验证明，最优秀的交易者和普通人的差别不在于分析能力，他见过太多技术大神栽跟头。有人能精准预测趋势，却总在回调时提前平仓；有人研发出胜率 80% 的系统，却因为连续2次亏损就怀疑系统放弃执行。这些问题都不是技术能解决的，而是思想里的疙瘩在作祟，是你对风险的恐惧，对必须正确的执念，对亏损的逃避。一笔交易亏了，就觉得市场在针对你。其实市场根本不知道你是谁，它只是在按照所有交易者的集体行为波动。是你的思想把亏损解读成了被攻击，才会愤怒、犹豫，甚至报复性下单。持续一致的赢家和普通交易者，就像地球和月亮都在交易这个太阳系里。赢家的思想能让他们拥抱风险，他们接受每笔交易都可能亏，所以不会因恐惧而错过机会，所以不会因单笔输赢而乱了阵脚。而普通人总是在想赢怕输的拉扯中，把技术分析的优势活活浪费掉。交易的进阶之路，其实是一场认知的反转。
新手相信我能看透市场，于是拼命学分析。高手明白我看不透市场，但能管好自己，于是专注修心。基本面分析告诉你市场可能怎样，技术分析告诉你市场正在怎样，但只有思想分析能告诉你我该如何应对。就像道格拉斯说的，市场是中性的，它只是提供机会，是你的思想给机会贴上了好或坏的标签，最终决定你能不能抓住它。而当你终于意识到分析自己比分析市场更重要时，就会发现那些让你亏钱的，从来不是复杂的，而是你心里的那些陷阱。比如拒绝制定规则，不敢承担责任，这些正是我们接下来要拆解的交易心理死穴。马克·道格拉斯在辅导交易者时，发现了一个扎心的规律，而是掉进了自己挖的心理陷阱。这些陷阱藏在我们的思维惯性里，看似无害，却会在关键时刻把你推向亏损。下面这4的陷阱，几乎每个交易者都中过招。陷阱1：拒绝制定原则，把自由变成灾难。交易最诱人的地方是什么？是自由，没有老板管你，没有固定流程，你可以随时下单，随时平仓。但道格拉斯警告，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恰恰是亏损的温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从小在被规则包围的环境中长大，父母说不许碰，老师说必须做，这些规训让我们对限制充满抵触，所以一进入交易这个无规则地带，就本能地拒绝制定原则。我们嘴上说要止损要清仓，但实操时总找借口。这次特殊，行情这么好，多买点没关系。道格拉斯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，赚了归功于天赋，亏了怪运气差。有人学了10几种技术指标，却从来没有固定的进场出场规则，全凭当天心情决定用哪个指标，结果他们永远不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赚的，更不知道怎么亏的。就像在迷宫里瞎逛，偶尔摸到出口，却总会一次次回到原点。真相是交易的自由需要自我设限来守护，就像开车要系安全带，过马路要看红绿灯，不是为了让你活得更久。拒绝制定原则，看似自由，实则是把自己暴露在无限风险里。市场一旦变脸，你连基本的防护措施都没有。陷阱2：不负责任，亏了怪市场，赚了靠自己，这行情太诡异了。要是昨天没听经纪人的，我就不会亏。是不是很熟悉？这些话背后藏着一个致命的心理陷阱，不愿为自己的交易结果负责。交易者总在做一件矛盾的事，赚钱时觉得是自己分析厉害，判断精准，就把锅甩给市场、消息、运气，甚至庄家。这种心态的本质是想享受交易的收益，却不愿承担它的风险。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掉进这个陷阱？看你是否经常做计划外的交易，比如本来计划做杯股票要涨，临时改仓，或者明明制定了止损位，却因为觉得还能涨回来而放弃止损。道格拉斯在书中举了个典型案例，有个交易者花了1周分析市场，结果开盘时听了经纪人一句内幕消息，就抛开计划追了别的票，最后亏得一塌糊涂。他其实是在通过听别人的话来逃避责任，亏了也不是我的错，但市场最公平的地方在于，他从不替任何人背锅。不管你找多少借口，账户里的数字不会说谎。真正的交易者会把每一笔盈亏都看作自己的选择，因为只有承认是我的决定导致了结果，你才能从错误中学习，否则永远在怪别人的循环里打转。陷阱3：对随机回报上瘾，赚快钱的快感会毁了你的纪律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随便买了只股票没抱希望，结果突然大涨，或者凭感觉下了一单，这种意外之财的快感，其实是一种危险的上瘾。
道格拉斯称之为对随机回报上瘾。他在书中提到一个实验，科学家训练猴子完成任务，每次完成就给奖励，猴子很快学会努力等于回报。但如果奖励是随机的，有时给有时不给，猴子会一直做下去，免得很久没奖励也不放弃，因为他总觉得下一次可能就有惊喜。交易者也一样，偶尔几次瞎猫碰上死耗子的盈利，会让人沉迷于靠运气赚钱的快感，再也不想花时间研究策略遵守纪律。就像有人打麻将，赢了几次就觉得自己是赌神，从此天天泡在牌桌，直到输光为止。道格拉斯见过最极端的案例，有个交易者连续3次凭感觉赚了大钱，从此彻底放弃分析，整天追涨杀跌，最后半年就亏光了之前的盈利。这种上瘾的可怕之处在于，它会让你把偶然当成必然，你会觉得不按规则来也能赚，而市场一旦露出狰狞面目，你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。陷阱4，总想控制市场，你能掌控的只有自己。我都分析得这么透彻了，市场怎么可能不涨，肯定能躲过下跌。这种能控制市场的幻觉，是交易者最容易踩的坑。道格拉斯在芝加哥交易所见过太多大佬栽在这上面。有个技术分析师能精准预测支撑位和阻力位，某天他多价格到了支撑位绝对会反弹，结果交易所里一个大户突然砸出800万普什尔的卖单，价格瞬间跌穿支撑位，他当场傻眼。这个案例印证了书中里一句话，市场里只要有一个交易者反着做，你的必然就会变成偶然。我们总以为在社会中能通过努力掌控环境，努力工作就能升职，对人好就能被善待。他没有感情，不会因为你分析得好就对你手下留情，不会因为你亏了钱就同情你。市场就像一条河，你只能顺流而下，不能试图让它按你的方向流。很多人把精力花在预测市场、控制走势上，却忘了交易中唯一能控制的是自己的仓位。止损划船时，你控制不了风向，但能调整船桨，这才是真正的掌控力。这些陷阱的共同点是人类喜欢逃避风险的本能，不管是拒绝原则、推卸责任，还是沉迷随机回报想控制市场，本质上都是同一个问题，不敢直面交易的风险。交易天生具有不确定性，亏损是必然的一部分，但我们的大脑总在找各种借口逃避这个事实，而这恰恰是接下来部分的核心。必须先学会彻底接受风险，不是嘴上说我知道有风险，而是打心底里承认每笔交易都可能亏。只有做到这一点，你才能在市场的波动中保持清醒，让技术和策略真正发挥作用。交易者的成长始于不再和市场较劲，转而和自己和解。很多人会说，这还用说？但马克·道格拉斯在交易心理分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，知道有风险和彻底接受风险是两码事。就像你知道开车可能会撞车，但只有真正接受，即使自己再小心，也可能遇到意外，才会系好安全带，买好保险。这种心态上的转变才是交易盈利的起点。那么，什么是彻底接受风险？我们要做的不是妥协，是与风险共生。彻底接受风险，不是说你要认命或放弃赚钱的欲望，而是打心底里承认一个事实，任何一笔交易都可能亏，而且这种亏损和你的分析能力、努力程度无关，它就是交易的自然组成部分。就像开餐馆要付房租，做买卖要囤货，亏损就是交易的成本，你必须心甘情愿地支付，毫无怨言。道格拉斯在书中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，持续一致的赢家对待亏损就像普通人为吃饭花钱一样自然，他们不会因为一笔交易亏了就愤怒自责或怀疑自己。
因为他们知道这不是我的错，只是概率的正常分布。反观普通交易者，总把亏损解读为自己不行，要么赌气加仓到付市场，要么吓得不敢再下单，这都是没接受风险的表现。真正的接受包含3个层面：认知上，明白没有100%确定的交易，哪怕技术信号再完美，也可能因为某个突发因素，比如一个大户突然反向操作而亏损。情绪上，面对亏损时毫无波澜，不会因为本可以不亏而后悔，也不会因为担心继续亏而焦虑。行动上，提前做好应对亏损的准备，且执行时绝不犹豫，因为你知道这不是认输，而是遵守游戏规则。如果不彻底接受风险，会发生什么？道格拉斯用17年的观察发现，所有交易错误的根源几乎都能追溯到对风险的抗拒。比如你是否有过这种经历，明明看到一个好的进场信号，却因为怕亏而犹豫，结果眼睁睁看着行情启动，这就是害怕亏损在作祟。或者一笔交易已经亏损到止损位，你却安慰自己再等等，结果越亏越多，这其实是拒绝接受亏损已经发生。更隐蔽的影响是害怕错过，当你不接受错过机会是常态时，就会在行情启动后盲目追涨。明明知道此时进场风险很高，却因为怕少赚而冲动下单。道格拉斯称之为双重恐惧，既怕亏又怕错过，最终在2种情绪的拉扯中做出最糟糕的决定。他在书中提到一个残酷的统计，95% 的交易错误都源于这4种恐惧。怕犯错，怕亏钱，怕自己不如别人，而这些恐惧的本质都是不接受风险。你总想用分析、预测甚至祈祷来消除风险，但市场的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，你越抗拒，它就越会以更猛烈的方式教训你。那么我们要如何培养接受风险的心态？答案是从对抗到拥抱的转变。接受风险听起来简单，因为它要对抗我们天生的趋利避害本能。道格拉斯给出了3个实操方法，帮你逐步建立这种心态。第一，把止损当成入场费。很多人把止损看作失败的标志，但赢家会把它看作获得交易机会的门票。就像去电影院要花钱买票，你不会因为电影不好看而愤怒，因为你知道买票是获得观影机会的前提。同样，止损就是你参与市场的门票，付了钱才能获得赚钱的可能。道格拉斯建议，每次下单前，也就是最大可接受的亏损，只要这个金额在你的承受范围内，就心甘情愿地支付。第二，用概率思维替代对错思维。普通交易者总在纠结这笔交易对不对，而赢家关注的是这个策略有多高。比如你用一个策略做了100笔交易，60笔赚40笔亏，整体盈利，这就够了。就像赌场不需要每局都赢，只要长期概率站在自己这边就行。道格拉斯强调，是接受单笔交易的随机性，同时也相信长期策略的确定性。第三，主动暴露在风险中，进行脱敏训练。接受风险也需要小步试错。道格拉斯建议新手从能承受的小额亏损开始，故意让自己体验几次计划内的亏损。比如，你可以设置一个很小的止损，故意让几笔交易触发止损。当你发现亏了之后，钱没趴，账户也没爆，就会慢慢明白，亏损没那么可怕，我完全能承受。这种脱敏训练能帮你打破亏损等于灾难的联想，逐渐适应风险的存在。接受风险是持续一致性的基石。当你真正接受风险，会发生一个奇妙的变化，市场对你来说不再可怕了。你不会再因为撇线的涨跌而心跳加速，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观点而动摇，因为你知道一切波动都是正常的。你只需要执行自己的策略。最优秀的交易者之所以能持续盈利，
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里没有风险等于危险的联想。他们眼里只有概率和机会，没有恐惧和侥幸。这种心态就是持续一致性的起点。当你不再被风险的阴影干扰，才能专注于策略的执行，让盈利成为自然的结果。而如何把这种接受风险的心态转化为持续一致的行为，这就需要我们进入下一个核心话题，构建持续一致性的思想状态。这不是一种天赋，而是可以通过训练获得的思维模式，也是区分赢家和输家的关键所在。很多交易者会陷入一个误区，以为只要找到完美的技术系统就能实现持续盈利。但马克·道格拉斯在交易心理分析中用一句话戳破了这个幻想：持续一致性的赢家和普通人的区别，不在于他们用什么技术，而在于他们如何思考技术的运用。持续盈利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一种思想状态。哪怕连续亏损，也不偏离策略。什么是持续一致性？不是指你永远不亏，而是指你的资金曲线能稳步上涨，亏损在可控范围内，而且每笔交易的决策逻辑都保持一致。是思想里没有内耗，你不会因为恐惧而犹豫，不会因为贪婪而冒进，也不会因为过去的盈亏而影响当下的判断。优秀的交易者经常是不会纠结这次会不会错，因为他们接受错是常态。出场时不会舍不得可能多赚的钱，因为他们相信遵守规则比单次波张更重要。这种不内耗的状态，让他们的行为像机器一样精准，该进场时进场，该全跟着策略走，思想里永远在打架。看到信号时，一边觉得机会来了，一边担心万一亏了怎么办，结果错过时机。盈利时一边想落袋为安，最后要么赚点小钱就跑开，要么坐过山车把利润还回去。亏损时一边安慰自己会反弹，直到亏到不得不割肉。道格拉斯强调，内耗是持续一致性的最大敌人。你的思想越纠结，行为就越混乱。哪怕技术再好，也会被自己的犹豫和冲动毁掉。那么，为什么技术解决不了持续一致性？答案是因为心态会扭曲技术。很多人花几年时间研究技术指标，从均线到波浪理论，从量价分析到算法模型，但始终逃不出赚赚亏亏的循环，而是心态在扭曲技术的运用。道格拉斯在书中描述了一个常见场景：某交易者学了一套胜率 70% 的策略，回测时盈利稳定，但试盘时却总亏钱。为什么？连续赚2笔后就觉得策略无敌，开始加大仓位，连续亏2笔后又怀疑策略失效，放弃执行。技术本身没问题，但他的心态让策略变了形。当你带着恐惧看盘时， K 线的每一次回调都会被解读为要暴跌，你却下得平仓。当你带着贪婪看盘时，任何小反弹都会被解读为大行情来了，你便盲目追涨。道格拉斯说，市场是中性的，是你的心态给它贴上了好或坏的标签。技术能告诉你市场在做什么，但心态会决定你如何理解它。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技术，在不同人手里效果天差地别。技术是工具，而心态是使用工具的手。手不稳，再好的工具也用不好。那么有人会问，赢家的思想状态有什么特别之处？答案是3个字：不害怕。道格拉斯通过观察数千名交易者发现，持续一致性的赢家都有一个共同特质，不害怕，而是建立在对风险的彻底接受上。他们知道交易有风险，但更知道害怕风险会让自己更危险。具体来说，他们的思想状态有3个特点。第一，对亏损脱敏，他们不把亏损当失败，而当作生意的成本。就像开超市要承担损耗，他们接受每10笔交易里有3笔会亏，
所以不会因为单次亏损而乱了阵脚。第二，对盈利淡然，连续赚几笔后，他们不会觉得自己很厉害，更不会扩大仓位赌一把大的。道格拉斯见过太多账牌前后飘了的交易者，最终一次亏损就挥吐所有利润，而赢家懂得盈利是策略的产物，不是自己的本事。第三，对市场臣服，他们不预测市场该怎么走并跟着走，就像冲浪者不会对抗海浪，这是顺着浪的方向调整姿势。这种臣服不是被动，而是对市场不确定性的尊重。这种状态听起来反人性，它可以通过训练获得。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打破交易等于必须对的执念，接受交易就是概率游戏。你要做的不是每次都对，而是长期站在概率大的一边。那么如何培养这种思想状态呢？我们要做的是从对抗自己到接纳自己，培养持续一致性的思想状态，不是要你变成没有感情的交易机器，而是要学会和自己的情绪和平共处。道格拉斯给出了3个核心训练方法。第一，用流程代替结果，也盯着这次能不能赚，而盯着这次有没有按策略做突破20日均线进场。那么只要你严格执行了这个流程，不管结果是赚是亏，都算成功的交易。持续一致性来自对流程的坚守，而不是对结果的执念。当你关注流程时，情绪自然会平静。第二，给情绪波动留空间，别指望自己永远心如止水。未受交易时会紧张会犹豫是正常的，关键是知道自己在情绪中并及时拉回来。比如你发现自己因为怕亏而不敢下单，不用自责，只需默念一遍策略信号符合，止损合理，该进场。用理性提醒自己，而不是被情绪带着跑。第三，用小赢积累自信。持续一致性的核心是自信，不是来自赚大钱，而是来自每次都能按规则做。道格拉斯建议从小仓位严格执行开始，哪怕每次只赚一点，只用小赢积累的自信，会让你逐渐相信自己能掌控交易，而不是被市场掌控。说到底，持续一致性的思想状态本质是信念的产物。你相信交易是概率游戏，就会接受亏损，就会拒绝冲动。你相信自己能掌控行为，就不会被情绪左右。而这些信念不是跳懂技术就能获得的，它们需要被刻意培养，甚至需要和过去的错误信念对抗。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会深入探讨信念的力量，如何用正确的信念替代那些阻碍你盈利的思想病毒。就像道格拉斯说的，交易的进阶本质是信念系统的升级。你相信什么，最终就会成为什么。马克·道格拉斯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，交易者的盈亏往往是他内心信念的投射。你相信市场是危险的，就会处处看到陷阱。你相信交易需要靠运气，你相信自己能持续赚钱，最终就真的能找到方法。信念就像思想软件，直接决定你如何解读市场，制定策略，执行交易，最终塑造你的结果。那么信念具体是什么？它是藏在你思想里的隐形指挥官。在道格拉斯看来，信念是有组织的能量，它由你过去的体验、学到的概念和情绪感受交织而成，最终形成一套解读世界的规则。比如小时候被狗咬伤过的人，会形成狗是危险的信念，从此看见狗就会害怕。同样在交易中连续亏过钱的人，会形成市场会针对我的信念，最终真的处处碰壁。信念的可怕之处在于，它会自动过滤掉不符合自己的信息，只留下能证明自己正确的部分。道格拉斯举过一个经典例子，密歇根大道上有人举着免费送钱的牌子，却几乎没人敢要，因为人们根深蒂固的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信念，会让他们把送钱的人解读成疯子。
自动忽略掉真的能拿到钱的可能性。交易周也是如此。如果你坚信必须预测市场才能赚钱，就会疯狂研究复杂的指标，而忽略简单的趋势信号。如果你觉得止损就是承认失败，直到被迫割肉，你的信念最终会让你看见你想看见的，错过你该抓住的。接下来我们说说让你亏钱的致命信念，你是否也中招了？道格拉斯总结了交易者最容易掉进去的信念陷阱，这些信念看似合理，却会悄悄把你推向亏损。信念陷阱一，我必须知道下一步会怎样，否则不能下单。这是最常见的完美主义陷阱。你总觉得只要分析得足够透彻，就能精准预测走势，但市场的本质是任何事都可能发生。道格拉斯见过太多交易者因为不确定下一步而错过绝佳机会，最终发现那些赚钱的往往是接受不知道的人。信念陷阱二，一定有不亏钱的方法。这种对确定性的执念会让你疯狂追逐各种圣杯系统，一旦亏损就立刻换方法，永远在寻找却从不坚守。而真相是，就像呼吸需要氧气，拒绝接受这一点，就像拒绝给汽车加油，却希望它永远跑下去。信念陷阱三，市场在和我作对。当你连续亏损或错过机会时，是否会觉得市场故意针对我？道格拉斯说，这是不敢承担责任的信念在作祟。市场只是无数交易者的集体行为，没有感情，也没有意图。他对你的敌意其实是你自己怕亏钱的投射。信念陷阱四，赚了是因为我厉害，亏了是因为运气差。这种双重标准的信念会让你对盈利盲目自信，最终你永远学不会从错误中改进，只会在自负和自卑之间摇摆。反过来，我们看看赢家的信念系统。这里有5个让你赚钱的思想密码。持续一致的赢家往往持有和普通人相反的信念，这些信念听起来简单，却能让他们在波动中保持稳定。第一个密码，任何事都可能发生，这是所有赢家信念的基石。他们不纠结市场会涨还是跌，而是接受涨和跌都有可能，所以他永远做好2手准备，比如提前设好止损和止盈。第二个密码，不需要知道下一步也能赚钱，就像赌场，不需要知道下一大投资的点数，只要长期有概率优势就能盈利。赢家相信只要坚守策略，长期必赚，所以不会因看不清未来而焦虑。第三个密码，输赢是随机分布的，优势只在长期显现。他们接受连续亏几笔是正常的，不会因此怀疑策略。像抛硬币，哪怕连续5次正面，第6次正反面的概率还是 50%。 这种对随机性的理解让他们能过亏损期。第4个密码，优势100%的确定。他们从不追求每次都对，只追求对的时候比错的时候多赚一点。比如一个胜率 50% 的策略，只要赚的时候能赚3元，亏的时候只亏1元，长期就能盈利。第5个密码，每个时刻都是独特的。他们不会因为上次这种形态涨了，就断定这次也会涨。因为市场里的交易者在变，情绪在变，过去的模式只能参考，不能复制。志向赢家的思想没有内耗，他们不会和市场较劲，也不会和自己较劲，只是专注于做对的事，最终让盈利成为自然结果。那么普通人该如何重塑信念？答案是用行动改写思想软件。信念不是天生的，也不是靠想就能改变的。道格拉斯说，是用新的体验覆盖旧的记忆。就像小孩怕狗，只有一次次接触温顺的狗，才能慢慢打破狗是危险的执念。具体可以这样做，先识别旧信念，比如当你又在犹豫是否止损时，问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在害怕承认错误？
然后用小行动制造新体验，比如制定一个简单的止损规则。当你发现止损后并没有天塌下来，就会慢慢相信止损是安全的。之后用重复强化新信念，就像运动员练习动作直到形成肌肉记忆。你需要通过一次次按新信念行动，让它成为你的本能。信念的改变从来不是顿悟，而是渐悟。当你终于不再被必须对、不能亏的执念绑架时，就会发现那些让你亏钱的从来不是复杂的市场，而是你心里的那些陷阱。当我们拆解了所有交易技术分析方法和心理陷阱后，马克·道格拉斯在交易心理分析中揭示的终极真相其实很简单，交易从不是人与市场的博弈，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对自己信念、纪律和心态的奖励，亏的每一分钱也都是在暴露你思想里的那些陷阱，比如拒绝规则、对风险的恐惧。交易的本质是和自己相处的艺术，市场只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你内心的混乱或平静。你对它的解读其实是对自己的解读。当你拒绝制定原则时，是在逃避约束自己的不适，是在害怕承认自己可能错的难堪。当你对随机的盈利上瘾时，是在依赖不劳而获的侥幸。这些从来不是市场的错，而是你没学会和自己的弱点和解。真正的交易者最终都会明白，技术分析能教你看趋势，却教不会你该进场时不犹豫。资金管理能告诉你仓位大小，却拦不住你侥幸加仓的冲动。而那些持续一致的赢家，赢的从来不是复杂的 K 线或难懂的指标，而是他们终于学会了管住自己。比如提前制定规则并严格执行，比如接受天气变化一样自然，比如相信长期的概率而非单次的输赢。就像道格拉斯说的，市场不会在乎你的想法，它只是按照所有参与者的行为波动。你唯一能做的是让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适应它的节奏，这种适合自己相处的智慧，知道自己的底线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最终让盈利成为做好自己后的自然结果。所以当你下次在面对跳动的 K 线时，不妨先问问自己在期待什么，是不是又掉进了自己挖的心理陷阱里。先清楚这些，比看懂任何复杂的指标都重要。因为交易的终点从来不是战胜市场，而是终于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。